时间过得真快啊！我翻了一下，上次做平板横屏已经是1年前了。那个时候安卓平板出来的还不算特别多，也就试了几个比较大致的平板。还别说，不试是不知道，安卓平板之间的差距实在是有点大。说好听点叫个性，低情商都不是很好使。那今年呢，也出了一大搞安卓平板，我这个能力有限啊，就只搞回来了 vivo、小米、OPPO2个 OPPO、联想、华为，还有他们的键盘，还有他们的手写笔。看看这些平板这1年的时间到底咋样，能不能打得过这边的阵营？顺便再给小伙伴们推荐几台比较合适的平板。这期视频我就不去详细介绍参数和跑分啦，这些平板我都用了一段时间，主要还是从体验出发来给大家介绍介绍。看起来好像他们的配置是贴身肉搏啊，870满地都是，个个都说超大面积散热。不过虽然看起来没啥区别，实际上真用起来的时候，那叫一个天差地别。为了节省时间啊，接下来单个平板我主要讲一讲它们独特的地方。剧透一下，谁能想到啊，去年底测试的这些机子，居然到现在看还是最均衡、最成熟的一批平板呢？好了，第一台平板从这 OPPO 两兄弟开始吧。这2台平板是我觉得这么多平板里面整的最好看的，非常的补灵啊。贵一点的叫 OPPO Pad， 便宜一点的叫 OPPO Pad Air。第一印象那是相当的好，这台2000出头，骁龙870，外观做工都很不错，屏幕也是120赫兹呢。便宜的这台才1100，骁龙680，能用 ColorOS 就已经值回来了。不过这平板有个巨大的硬伤，我必须要第一个说。虽然这个键盘看着还新啊，但是真的不新。这键盘是个合作键盘，没有 OPPO 的标识就算了，用起来也跟 OPPO 是没啥关系。它有单独充电，要手动连接蓝牙，关机需要手动开关，磁吸连接的响应速度大概是这样。而且你还不知道它的准确电量，它是个蓝牙键盘，但断开磁吸之后就没有办法用了，什么鬼呀？如果抛开这个键盘看的话，反倒还更有竞争力一些。比如最让我惊喜的就是外放，它比去年外放最好的小米平板5 Pro 的外放还要好一截。几乎没有闷糊的感觉，低频也能感受到一喵喵，甚至能和 iPad Pro 11打得有来有回。笔的延迟还算不错，在这几个平板里面大概是仅次于华为的水平。ColorOS 的系统单平板用也挺好用的，双指分屏，快捷开启小创都很方便，用起来就是顺手。但是很遗憾 ，OPPO Pad 的协同水平也就是刚及格的水平，经典2件套投屏加文件互传。现在文件互传联盟时代，小米和 OPPO 都可以互传了，好吧？那就只剩下一个跑不满30帧的投屏了，共享剪切板还得手动连接的手机之后才能用，确实是还有一些进步空间啊。OPPO Air 其实就是个低配版嘛，很好理解，屏幕很一般，但是色彩还算 OK， 外放也一般，而且无论我用哔哩哔哩 HD 还是手机客户端都不能看4K 的视频，那就看小伙伴们觉得这1000出头的价格能不能让你接受这些缺点吧。哦对，它还支持 TF 卡扩容，4世代科技了属于是。这2台平板整体看下来，单看挺合格，硬件除了键盘之外都挺优秀的，但是相应的协同、软件优化又不够到位，键盘的大硬伤就令人很纠结。如果你不怎么用键盘，只想要一个性价比比较高或者是高颜值的平板，那这2台在硬实力上面确实都没啥毛病，都是不错的选择。第2台看看 vivo 吧，这台平板2400块钱买到的这块硬件，给几秒钟，小伙伴们看看这个平板是不是好像没啥毛病？我来解说一下哈，这支笔看起来是磁吸的，实际上是塞电池的，放在上面只是收纳而已。用第三方的应用写字，慢动作看一眼，那些线条歪七八扭的到处乱飞，跟惯性似的。写完之后，系统给我扭回来，我才知道我自己写的是什么东西。键盘的指甲是反着折的，开的时候经常会整个摆下来。而且它的键盘居然只有在反着吸入了之后才会关闭键盘，其他地方都是可以打字触摸的。如果你拿在手上试图把它反过来，有可能就噼里啪啦打出来一堆东西，离谱。外放的表现直接听一下吧。基本
本上和 OPPO 1000出头的平板一个水平。但是虽然硬件真的难以言喻，软件倒是做的还挺不错的。Orange OS 的风格大家都知道，而且因为够大，也不会很难用。更关键的是，它的设备互联是我觉得最好用的那一批。我个人觉得投屏这样的互联始终是不够好的，虽然能够操作手机，但速度慢，操作起来不舒服，连接还需要点几下。那 vivo Pad 是咋做的呢？首先，相册文件都是本地同步的，可以直接在平板上面看手机的各种文件，不用投屏啥的。这几台里面就只有华为和 vivo 可以。接下来就更精髓了，平板上面登录软件收验证码。以往的操作都是打开手机，再照着输进去 ，vivo Pad 居然可以直接自动复制到平板这边来，然后一键输入，还有一碰头的逻辑，可太香了。可能有些小伙伴不知道 ，Maypad 也是有碰一碰的，但是 Maypad 的碰一碰得装上官方的键盘，而且功能也只有投屏，而这台平板它的 NFC 在这个地方碰一碰投屏，选中图片和文件的时候碰一碰就能传过去。如果选中图片，同时平板在备忘录里面碰一碰，还可以直接插入文档，这个功能我超级喜欢。要是这个能支持更多的应用，比如一碰复制到微信里面发送之类的，那也太香了。所以如果说你用的是 vivo 系的手机，这个互联体验确实能弥补一部分硬件上面的缺陷，但是我还是建议等等下一代 vivo 平板，应该也快了吧。第三台。老熟人了，小米平板5 Pro。说实话，1年前我还觉得它还是不够成熟，各种各样的小毛病都不少。现在看到这么多的平板之后，突然觉得理解万岁。键盘系列的问题依旧，比延迟不低，又大又重，但是除此之外就挑不出多少毛病了。要是硬说的话，侧边框上的摄像头确实不太舒服，优点那就多了。MIUI 的操作细节不少，底部偏一点的地方可以直接滑出 Dock 栏，拖出来可以变成小窗或者是分屏，而且它也是唯一一个有比较完整的平板手势的，3指滑动就可以切换应用，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甚至它也有一个妙想中心，功能确实齐全，视频音乐的流转、应用流转、接力。剪切板同步，但是有归有，现在的表现并不是很行，很多软件流转过来只是一个投屏，分辨率和比例都不太对劲，操作起来还有延迟，有些地方的操作还会有冲突。不过在支持的应用里面，会直接拉起相应的软件继续播放，这样倒是挺不错的。客观来说，这个协同确实是功能最齐全的那批了。虽然目前来看没有 Orange OS 那种好用，但是方向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据说啊，后面还会有不小的改进，那就期待一下吧。另外，67瓦的快充配合8600毫安时的电池，确实是很加分的一点啊。平板这么大的电池，快充会比手机重要的多。像是 OPPO Pad Air 18瓦充7000毫安时，给电池充电的体验也差不多就这样了吧。所以如果用的是小米手机，其实没啥好犹豫的。不是小米的话 ，OPPO Pad 会和它比较接近一些。而且要记住，小米平板的笔并不好。第4台也是一个老朋友了 ，Maypad 11。没想到时间过去这么久，还是没有它的继任出来。前段时间发布的是 Pro 系列，那台 Pro 11确实第一感受特别好。后面看看有时间的话，再单独出一期视频吧。小伙伴们想不想看？这 Maypad 11虽然是1年前的老同志了，它的表现居然还是最稳的，笔是这一堆平板里面最好的，没有疑问。延迟低，第三方软件支持也相当好，毕竟很多软件都有合作。键盘是这一堆平板里面最好用的那个，防误触、NFC、语音键和手感都没啥毛病。不过说到互联，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比如说剪切板同步，它确实有，但是必须要投屏之后才能同步，和 OPPO 一样的毛病。应用流转支持的应用并不多，像微信、哔哩哔哩这些都不支持。尝试几次失败之后，我都不太爱用这些功能了，就是那种技术很强，但是实际体验总是差点意思的感觉。鸿蒙 3.0 虽然发布了，我这11也没法更新，不过我倒是借了几台鸿蒙3的设备，后面看情况出一期视频吧。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很特殊的平板，就是联想的Y7版。一般平板都考虑办公或者是生产力，但是它完全相反。如果想买一块平板来打游戏的，一定选这个没跑了，既不会太大够不着里面的东西，也不会太宽导致视野很窄，帧数很稳定，发热也不算大，还有2K 120赫兹的屏幕，甚至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针对性优化，比如宽屏模式可以拓展视野，帧率开关，还有3.5耳机孔和全功能 USB， 甚至还有双 X 轴线性马达。也支持 TF 卡，如果买来打游戏，那肯定不会后悔。不过相应的，它也就没有办公的那些键盘、手写笔的套件了。
好了，到这里大部分的平板就看完了。总结之前，先对比一下各个平板吧。先来一个性能对比哦。离月港跑图的时候 ，OPPO 的表现意外的差，只有70%的时间帧数高于50，而最好的联想 Y7版根本没有低于50过。MatePad 11和小米平板的表现可以参考一下之前的视频，人手实在是有限，就没有全部测试啊。不过所有的平板跑压力测试的时候都没有遇到明显的过热降频情况。比手机还是稳定很多的。然后就到了音频环节啦，我自己听下来 ，OPPO Pad 是最好的，大概能和 iPad Pro 11打得有来有回，那是相当不错的水平了。而耗电曲线呢？看2个小时带弹幕的4K 视频，基本上都差不多。OPPO Pad Air 直接搞一个次元，比的体验 ，MatePad 第1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第三方软件支持完善，延迟低，手感好。然后就是 OPPO Pad， 再往后的排名是这样的 ，vivo 的笔基本上是不太可用的水平。视频到这里，顺便聊聊 iPad 和安卓平板，这该咋选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能接受 iPad Air 这个价位，或者是能负担得起 iPad Pro， 即使是2手的 iPad Pro， 那我也还是建议 iPad。安卓现阶段在 App 上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虽然和之前没有软件不一样，很多软件都已经有了安卓版本，但是只要我们打开它的安卓版和 iPad 版，就能发现体验完全不一样，界面老旧，交互也有不少的问题，有些软件甚至滑动的时候都没有惯性。而且平板是很需要一套手势的 ，iPad 的各种手势和交互逻辑都已经很成熟了。安卓这边其实才刚刚起步。基础款 iPad 的话，我个人觉得硬件确实太差了一些，不推荐。好了，如果没那么看重设备联动，平时不用键盘的话 ，OPPO Pad 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比较常用键盘，可以从 MatePad、小米平板和小新 Pad Pro 里面选，优先选择你的手机平台。小新 Pad Pro 的表现可以参考一下去年的平板横屏。至于 vivo Pad， 有 vivo 手机的小伙伴可以考虑，或者可以等一等，看一看下一台 vivo Pad 会有怎样的表现。毕竟在软件方面确实值得等一等。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这期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我是千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